搞错了，再来。同学们，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系列的策划，叫我有一个朋友。这是为这个不存在的远方的朋友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小问题。好啊。然后你们两个人这一期的主题叫如何与快速的和陌生人破冰。破冰吗？好。你们俩今年不是也刚刚结束了可以认识新朋友的节目的录制吗？对吧？就是想必也是很有见地。好。第一个话题是。我觉得不用太刻意的去印记这个东西，就是熟了之后自然就能记住，这是我的看法。上海的那海选是有非常多的选手，是你有那种记人的烦恼吗？有特色的选手的话，你其实第一耳朵听下来你就能记住他，而且你再不记选手他有那个姓名牌嘛，你可以偷偷看他一眼。是的，记一个人的特色比单纯的去死记他的名字会更好去记一点。对。那小贺，你在录这一季的 offer 的时候，第一期记上面那些你其实原来你并不认识的选手，你有什么方法吗？或者有什么趣事儿可以分享吗？我们那个下边的那个本子里面就贴着每个人的那个名字，然后后面那个墙上还挂着8个人的名字，然后节目里面每个人说话还有他们的名字，对，然后一下子就记住了呀。接下来进行一个游戏好，从简单到困难的模式。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模式，我会阅读一段文字，然后会根据这个文字出题。第一题。某公司举行例会，销售部经理王伟委托前台张薇薇帮自己点一杯咖啡。新入职的助理魏魏不小心拿错了咖啡，给总经理Vivian喝了。问题一。张伟。不对。王伟是那个谁？前台是个女生，叫薇薇。叫Vivian 是总经理嘛，然后呢，薇薇，哦，我知道了，对不起。啊，你说完了吗？说完，你继续说。王薇薇。王伟是那个销售部经理，叫王伟，反正哦，我知道了，张薇薇。对，反正叫什么薇薇。哦，想起来了。第二个问题。总经理喝的咖啡是那个张薇薇点的。正确。好，第二个稍微有点难度了啊。某校2年级开学进行了一次班干部竞选，李子涵以2票之差打败了王子涵，两人分别竞选成为了班长和副班长。学习委员为张子涵，体育委员为周子涵，刘子涵被选为文艺委员。张子涵。真的？厉害。副班长是张子涵，是吗？对。班长是李子涵。王子涵是副班长。王子涵是副班长。真的是啊。哦。要命题了啊！某酒店今天招待一支国外旅行团，要求接待员按照分房表将客人带到自己的房间。杰克和罗斯住2303，罗伯特住2305，谢尔盖耶夫住1812，乃维猜沙旺素西住1818。问题一。罗伯特。正确。我没记住。那个耶夫是吧？说啥？他肯定不是托塔，但肯定也不是骑马。罗杰尼克耶夫，有点像了是吧？谢尔盖。谢尔比。谢尔盖。真叫谢尔盖耶夫啊？谢尔盖耶夫。黄金眼。没印象了。那个什么，这也是个很长的那个不，那个3个字是吧？
啊？ 3个字不是罗伯特吗？7个字，很长一段。什么什么？有点像一盘菜，那个有点像那个奶油烩什么那种东西的那个名字，白白的。我没印象了。奶微猜沙望素喜，你看是不是？是。是不是像什么那种奶油搞了个意面那种感觉？这是我真的搜到的一个泰国人的名字。可能泰语叫法叫出来会比较正常。我还是有点东西的。嗯。奶油搞意面。当然有了，我们成都话非常那个。其实是能听出来的。比如说班上考了第1的，然后你去祝贺他。我来2种方式啊，你看我那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啊。耶，熊哦，这是考第1啊。还有一个啊，耶，熊哦，哎，这次考了第1啊。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很明显能听得出来。耶，班级第1了哈，以后喊你。我其实是很少碰见，就是真的会夹枪带棒的跟你说话的时候，对，也有可能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钝，平常的一些特别夹枪带棒的我能听得出来。我的做法是我会去懒得去理这种东西，我会直接不理他，拒绝回答或者回避他，因为你知道他对你不是善意的，你就避开他就好了。对。那我接下来我们进行第2个游戏，就是需要你们2个人进行一个情景演绎。那我先当老板吧。好啊 ，Action！ 请个假。为什么呀？我二奶奶的3大侄儿的四姑爷他生病了，需要我去给他安排一下医院的一些行程。你能再说一次那个亲戚叫什么吗？二奶奶的3大姑的4姑爷他生病了。刚才不是这样说的。二奶奶的3大侄儿的4姑爷，对，是这个。你先去跟人力那边说一下，他们通过了吗？人力那边已经给我批准了，已经盖好章了，给你看。小袁啊，那老板您讲，公司现在在最重要的时期，公司不能没有你。相关的工作我已经做好了，然后该交接的已经交接好了。你看啊，马上这个项目干完，是，我就要给你升职加薪了。是，你那个他到底得了什么病？肺癌。那你别回去了。早期还有的治。你家里就没有别的人？我觉得这个三大什么二奶奶的3大侄儿，我不可能同意你了。4姑对咱们公司发展很有帮助。他具体帮助在哪儿呢？我上一个月刚签了2000万的大单的老板，你还记得吗？他介绍的人。那他还能带来什么呢？他还认识另外一个，因为他是经营高尔夫球场的一个人，他还认识另外一个客户，前天才跟我说要给我介绍，今天就查出来肺癌晚期了，在早期了。你看，你连他病情你都没搞清楚，那怎么办，老板？要不您和我一块儿去？你把他接过来吧，这样你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他。你要他接过来？这样我把他的医药费全包了。你要把医药费全包是吗？对，你就让他过来。啊，但是他硬性要求我一定要陪着他，怎么办呢？你这不是胡闹吗？那怎么办？他毕竟是咱公司大客户。你要是走了的话，我就让小刘接你的班了啊。那就小刘接吧，那个2000万的大单，我估计也不会再有了。怎么说？时间到了，小严没有请假成功。好，第2个小严，小贺是一个胡搅蛮缠，想在高铁上跟他交换座位的人。好，第2个小严，小贺是一个胡搅蛮缠，想在高铁上跟他交换座位的人。这个好像比上一个更难。胡搅蛮缠，我要换位置。对啊。这是什么啊？用言语吗？随便你。开始计时了，开始。你好。你好。你让我坐这儿呗。我不。我想坐靠窗的位置。那是我买的靠窗位置啊。但是你让我坐一下行吗？为什么？我这还有孩子呢。你们欺负我，我要曝光你们，拍下来。你让我坐这儿。为什么？你让我坐这儿。为什么？你让我坐这儿，我不管了，我就要坐这儿。为什么？
你看我805。哎，我演不出来那种高铁上面那种感觉。你要在那个再彪悍一点。太难了，这个题练不下去了，这其实有点尬住了。太难了。真源，跪下来求。求求你了，求你了，你让我坐这儿吧，小伙子，你怎么突然一下又跪下来了？求你了。小伙子，没事儿，你让我摸索一下站起来的。啊，小伙子，你扶我一下呗，我眼睛看不着了。我还是要真源换位置吧，我换不了了。放弃。接下来这个道题啊，又换回来了。小贺是那个，好，你们是好朋友，好朋友逛商场，然后你被一个人欺负了，然后就是他帮你出头，和别人发生了争执，你觉得有点丢人，就是你们俩现在作为一个好朋友有点吵架了。好，所以呢，就是刚刚那个故事的后续，你帮他吵架，但是他说，哎呀你不要玩啊！算了，算了，不要玩，我们最讨厌的人。哎，算了，要算了吗？我觉得不能算了。不是你刚刚说算了吗？我觉得我反过来想，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气。姚人，把刘耀文喊过来，揍他。刘耀文跟我就最讨厌这种了。走。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子的。哎，太烦了。你不是那个算了的吗？我退一步越想越气嘛。那我赢了。对呀。他直接好的。他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他当不出、当不了、当不来这种人。对呀。怎么可能别人把你欺负了，你还在想说算了吧？好，那下一题又换回来啊。好。在寝室里，他当面诋毁你的偶像，我们就不带入任何偶像啊，他是一个虚拟人物。好。哎呀，不是你凭什么说我的偶像呢？哎呀，你那个偶像3个月内演唱会赚了多少钱啊？我都懒得说他了，真的是，怎么办？我怎么说？这样子，我为了不让你为难，他的偶像是杨耀翔，你放心说吧。哎，你看那个杨耀翔，真是的，你说的对，哎，长那么帅，这不对。哎，他写那歌我听了一下，怎么能那么好听？好烦他，不能这么好。哎，我真的，我就觉得你说的太有毛病了。为什么？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呢？你这样说他是为了他好吗？啊？还需要努力，还需要努，我也觉得，对吧？对，不然这样子再下去，不对，我是那个他，你这个叫诋毁吗？你这样再诋毁，我要脱粉了。你这样诋毁的话，我现在有点疯，我现在有点平静的疯狂。思考一下，杨耀翔，哎，你看那个杨耀翔，我，他，你，对不起，我认输了。Good。接下来这个是我们收集在网上的一些职场人的问题，然后你们也要根据这个我出现的这个问题是来做节目了吗？探讨一下，就不是辩论，就是你们发表职场人的问题。啊，好。你在开会的时候突然被点名了，但是呢，刚刚他开小差，你不知道老板在说什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我觉得如实承认比想任何的办法都重要。对。我为什么要开小差？我肯定是认认真真的听老板的话呀。我怎么会允许我做出这样子的行为？假如你做出了呢？我辞职。这么严重吗？我悔过。好，那下一个啊，群里领导突然艾特了全员，我们假设这个消息是可看已读的。好。然后全员已读不回，这个时候你会做出什么？我想想啊，全员已读不回，那我也已读不回不得了。已读不回，看老板怎么做呀？
通知类的消息，老板都知道大家看了，也就 OK 啊。看什么东西吧，如果是通知类的，你就不回就不回嘛，就你看到你把事儿做好就行。一些老板要面子的，就还是该回的还是回一下吧。对。那如果是发火的呢？老板发火你还回他？对不起，老板，他不是火上浇油吗？就是比如说你们是一个部门儿，然后这个问题，啊就是老板在那里发火，就是要揪出责任人，但是这是你们部门大家一起的一个工作失误。什么？我站出来说，老板，这是我们部门的失误，请辱骂我们部门吧，请狠狠地鞭策我们。我一定会这样子在群里面说的话。那如果是那种鼓励式的，说你们部门干的不错，那绝对会。那肯定秒回啊！谢谢老板，请其他部门继续努力。你想跟朋友私下抱怨领导，然后发现不小心发到了群里，然后还撤不回了，所以呢，你会怎么做吗？哈哈，号被盗了，大家见谅。发一个消息，昨天晚上号被盗了，现在已经找不回来了，请大家在这个号上加我。我觉得就划归就好了，划归就好了。然后怎么处罚就认命吧，就是你自己操作失误，对不对？就坦坦荡荡的。坦荡一点，做人还是坦荡一点。嗯，最后一道题啊离他远一点。上厕所的时候，你听到隔间你的同事在说你的坏话，这个时候你会敲他门，说猜猜我是谁？我进去，我进去。咚咚咚。你好，保洁。或者我就静静的站在门口，然后等他把门打开。你为什么说我坏话？这也不太好的。对，你就离他远一点就好了。对，你给他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呢？哦，我在厕所呢。你猜我在哪儿呢？我就偷偷的潜入他家，藏在他家床下，然后等他睡着之后，悄悄的站在他家床头边。你为什么白天说我坏话？我就阴暗扭曲爬行。好，那我们这一期就是大家非常积极的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职场或者是学习的那种场合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的心得。胡搞吗？就瞎来都在这瞎聊。但是其实这些都是会遇到的问题。职场心得还得看令人心的吧。请大家选择性借鉴。对，好，那今天辛苦两位了。辛苦了。好，好，辛苦了，下班儿。